最近的英伟达正在上演一场极其撕裂的市场奇观，股价悄悄摸到2个半月新高，距离5月的历史高点只剩1步之遥，多头情绪持续升温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它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费率刚刚创下了历史新高。这期我们不聊纸面业绩，也不数新增订单，而是拆开英伟达从芯片巨头转向 AI 世界央行的完整链条。你会看懂债券市场的警报到底在预警什么，以及黄仁勋突然砍掉1000亿担保，到底是认怂还是一步精准的先手棋。大家好，我是智行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，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。很多人对英伟达的认知还停留在全球最大的 AI 芯片厂商，但过去1年多，英伟达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家半导体公司的边界。他联合阿波罗、黑石、贝莱德等华尔街6大机构，搭建了一个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的算力融资平台。这个平台的核心不是卖芯片，而是做金融。传统模式里， AI 创业公司和云厂商要自己掏真金白银买 GPU， 资金压力全部压在下游，很多小公司根本扛不住前期的巨额投入，扩张速度受限于现金流。英伟达的新玩法是让华尔街的资金出面，给 AI 公司发放专项贷款，专门用来采购英伟达的芯片，相当于用金融杠杆把下游的购买力直接放大了好几倍。这件事儿最关键也最有争议的一步是重新定义 GPU 的资产属性。在传统的财务逻辑里， GPU 就是快速贬值的电子设备，技术迭代快，3-5年后基本只剩残值。但英伟达靠着 CUDA 软件生态的绝对垄断地位，把 GPU 包装成了可以持续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设施资产，就像商业写字楼、民航飞机一样，可以用来抵押、长期租赁，甚至资产证券化。软件生态的粘性有多强，很多人没有概念。一旦开发者和公司基于 CUDA 搭建了整套业务，切换到其他架构的成本会非常高，几乎等于推倒重来。正是这种锁定效应，让华尔街相信英伟达的 GPU 不会轻易被替代，算力租金的现金流也有足够的保障，这是整个资产证券化游戏的基础。我观察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，英伟达在整个融资链条里只承诺最高 25% 的残值兜底。也就是说，一笔贷款如果最终出现坏账，英伟达最多赔付1/4的本金。这种设计被很多业内人称作轻资产阳谋，用别人的钱买自己的货，营收和利润全部提前确认进报表，风险却大部分转嫁给了华尔街的资方和下游的 AI 公司。表面上看，英伟达只承担有限责任，对应5000亿的融资规模，最高也就1250亿的表外担保。对市值3万亿的科技巨头来说，好像算不上什么大风险。但债券市场用真金白银投出的反对票，说明事情远没有报表上看起来这么简单。债市投资者的嗅觉往往比股市灵敏得多。信用违约互换，简单说就是债券的违约保险，买方定期支付保费，一旦发行主体出现违约，就能拿到全额赔付。费率涨得越快，说明市场认为违约的概率越高。这次英伟达5年期 CDS 单日暴涨14个基点，直接冲到82基点的历史高位。这个涨幅放在投资级的科技公司里是非常罕见的剧烈波动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解，英伟达账上躺着巨额现金，营收和利润都在高速增长，怎么可能和违约风险沾边？但债市怕的从来不是英伟达自己的债券还不上，而是它表外的影子负债，以及整个算力融资链条崩塌之后的连锁冲击。这里面最核心的风险逻辑就是循环融资。整条链条运转起来是这样的：华尔街给 AI 公司放贷款， AI 公司拿钱买英伟达的芯片，英伟达确认营收推高股价，股价涨了，英伟达的信用背书就更强，就能撬动华尔街放出更多贷款，带动更多芯片订单，反过来再支撑股价继续上涨。整条链环环相扣，像一条自己吃自己尾巴的蛇，只要繁荣持续，所有人都能分到好处，风险也会被不断上涨的价格掩盖。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放大行业的周期波动。上行期的时候，杠杆会让繁荣来得更猛烈，下行期的时候，去杠杆也会让衰退来得更迅猛。过去半导体行业的周期主要由需求和库存驱动，现在加上了金融杠杆，周期的振幅大概率会比以前大得多。一旦某个环节出现松动，比如下游公司付不起算力租金，或者抵押品贬值，整个链条就会反向收缩。
去杠杆的速度往往比加杠杆的时候快得多。国际清算银行前不久刚刚发出正式警告，当前全球 AI 领域的资本开支已经超出行业最优水平的 1.5到3倍，存在明显的过度投资和泡沫化倾向。我真正担心的不是英伟达本身的偿债能力，而是当整个行业的扩张都建立在杠杆之上，一旦市场预期转向，连锁反应的传导速度会远超所有人的预期。很多散户只盯着股价创新高，觉得一切都很美好，但信用市场的异动其实已经在给这场狂欢悄悄敲警钟了。而整个融资游戏最脆弱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，恰恰是被当成核心抵押品的 GPU 本身。电子消费产品的贬值速度从来都比写字楼、飞机这类传统基础设施快得多，只是去年 AI 热潮最盛的时候，一卡难求的行情让很多人忘了这个基本规律。今年 Blackwell 架构的新品逐步上市之后，上一代 H100 的市场价格已经出现了雪崩式的下跌，二手市场的报价从巅峰的4万美元跌到了现在的6000美元，跌幅超过 85%。对应的云端算力租赁价格也出现了 64% 到 75% 的暴跌，很多去年还要排队等货的算力资源，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面积闲置。这件事最讽刺也最致命的地方在于，算力融资的贷款往往是5到7年的长期期限，但作为抵押品的 GPU， 有效生命周期可能只有2-3年。打个更通俗的比方，这就像拿着3年前的旧旗舰手机去银行申请7年期的抵押贷款，只要新一代产品发布，旧款的价值就会直接打骨折。当抵押品的市场价格快速跌破剩余贷款余额的时候，整条金融链条就会面临资不抵债的压力。放贷机构会要求借款方追加保证金或者抛售抵押品止损，而大量抛售又会进一步打压 GPU 的二手价格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是所有资产抵押型融资的共性风险，只是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比绝大多数资产都要快。如果只看英伟达的官方财报，你会觉得一切都非常健康，现金流充沛，毛利率高的惊人。但这些表外的杠杆链条和抵押品贬值风险，才是债市真正在悄悄定价的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只看股价判断风险，很容易错过真正重要的信号。股市炒的是预期和情绪，债市算的是本金和损失，后者往往更诚实。而真正把这份隐性担忧彻底摆到台面上的是 OpenAI 的超级数据中心项目。OpenAI 计划和 Spanergy 合作，在俄亥俄州建设一个规模达到10GW 的超级数据中心。10GW 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相当于10几个大型传统数据中心的总和。整个项目的硬件采购投入，粗略估算大概需要3500亿美元。这还不算土地、电力、运维这些长期成本。这么大一笔钱 ，OpenAI 自己肯定拿不出来。它虽然估值已经冲到了很高的位置，但每年都在巨额亏损，没有稳定的盈利记录。传统商业银行根本不敢放这么大规模的长期贷款。最初市场传出的消息是，英伟达会为这个项目提供2500亿美元的全额担保，相当于 OpenAI 借的所有钱，最后都由英伟达来兜底还钱。这个消息出来之后，英伟达股价当场单日暴跌 5%。市场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，英伟达的表外担保规模已经膨胀到了这么夸张的地步。要知道，8月26号就是英伟达2季度财报的发布日，每年财报季都是市场审视公司盈利质量最严格的时候。如果带着2500亿的担保疑云走进财报电话会，分析师的提问会非常尖锐。市场对庞氏杠杆、循环融资的质疑也会直接冲击英伟达的估值逻辑。就在这个市场情绪最敏感的节骨眼上，有消息传出，黄仁勋直接把担保额度砍到了1200亿以下，而且只覆盖第一期 5GW 的项目。很多财经媒体的第一解读是英伟达退缩了，不敢承担风险了，侧面说明 AI 需求可能不及预期。但我更倾向于认为，这是一次非常精准的主动撤退。最直接的作用是把潜在的最大损失敞口直接砍掉了一半。原本2500亿的兜底责任，现在收缩到1200亿以内，最坏情况的压力直接减轻。对一家公司来说，风险管控的第一步永远是先把最大亏损限定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里。这一刀首先是守住安全底线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刀直接切断了市场对英伟达不务正业开银行的指控，等于明确告诉资本市场，
英伟达的主业是卖硬件，不是做信贷生意。过去几个月，市场一直有声音质疑英伟达在玩循环融资的游戏，用担保换订单，用订单推股价，再用更高的市值撬动更多杠杆。这次主动缩减担保规模，就是主动和这套负面叙事做切割，划清边界，告诉市场自己不会无限制替下游的资本开支兜底。还有一层很多人没看出来的用意，就是财报前的主动预期管理。在业绩发布之前，先把最大的不确定性雷区排掉，主动给市场情绪降温，把最容易引发恐慌的表外负债问题先收回到可控的范围里，等于直接消除了财报季最大的一个做空抓手。很多人觉得利空消息出来股价会跌，但在高位的市场里，主动排雷反而会让场内资金更安心，去掉了最大的未知风险，股价反而更容易轻装上阵。你回头看走势就会发现，担保缩减的消息出来之后，英伟达的股价没有继续下跌，反而慢慢稳住了重心，开始重新向5月的历史高点靠近。这不是巧合，市场真正恐惧的从来不是风险本身，而是未知的不可量化的风险。把风险摆到台面上，划定清楚边界，反而会降低恐慌情绪。熟悉黄仁勋的人都知道，他从来不是激进冒进的管理者，每次行业走到高点，他都会主动做一些降风险的动作，只是很多人在牛市里不愿意听而已。这次在财报前主动砍担保，本质上和他过去应对周期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，先守住风险底线，再谈增长空间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英伟达已经不再是一家单纯的半导体公司，它在用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，重塑整个 AI 行业的融资规则和资本分配方式。说它是 AI 世界的中央银行，其实并不算夸张。它决定了算力的供给节奏，也间接决定了整个行业的杠杆水平和扩张边界。这套玩法一旦跑通，英伟达就不再只是赚卖芯片的钱，而是会吃到整个 AI 行业扩张的金融红利。但对应的，它也要承担整个行业周期波动的风险，但这套叙事能不能真正成立，最终还要看3个核心的命门变量。第一个就是8月26号的2季度财报，营收和利润能不能符合市场预期，同时管理层对担保敞口、算力融资业务怎么表态，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估值走向。第二个是 OpenAI 后续的融资和项目进展，如果1期项目顺利跑通，后续2期、3期还会不会追加担保？整个算力融资的总规模会不会继续膨胀？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，就是 GPU 价格的下跌速度。如果新一代芯片推出之后，旧款产品的贬值速度继续加快，整个抵押融资的底层逻辑就会被动摇。这3个变量，任何一个出现超预期的变化，都会给整个算力融资链条带来不小的震动。我会提醒大家，接下来这段时间不要只盯着股价的单日涨跌，债市的信号、表外的杠杆变化、抵押品的价值波动，这些藏在水面下的东西，往往才是决定长期走向的关键。投资这件事儿，很多时候比的不是谁在涨的时候赚得多，而是谁能在风险来临之前先闻到不对劲儿的味道。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多一点冷静的拆解和风险视角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。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，你更认同这是主动排雷的利好，还是风险暴露的信号？最后还是要说，市场里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断。今天的内容只是基于公开信息的个人分析，提供一个观察市场的角度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